想定台海开战，台日合办官方性质的政军兵推，日本撤侨为何成为焦点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家少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日本政府一再提及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，在为武力干涉台海事务制造借口，台日军事勾结几乎就成为了必然。不过，最近曝光的台日战略对话证明，日本人的胆子仍然仅限于台海开战之前的干涉，这个非常有意思。来自台湾地区军方的消息称，台日战略对话于5月中旬首度举办，全程高度保密，以应对两岸爆发战争前的各种状况。这是台日第一次官方性质的政军兵推，而且没有涉及两岸开打之后的情况。日本方面聚焦的主要问题是撤侨。这次兵推有几件事值得我们关注：一是台日之间的情报合作，说明双方的军事勾结已经非常深刻了。过去台军与美军之间有情报分享机制，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之间也有这种机制，但是基于日本要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，并没有与台军建立起即时情报分享机制。现在看来，日本自卫队已经突破了这条红线。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日本可是2战的战败国，不能拥有军队，其热心与台军展开情报交流，性质要比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更严重。第二，这次兵推是官方性质的，说明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台海军事冲突玩真格的。据介绍，这次台日战略对话参加的人员包括日本自卫队、防卫省、通产省、外务省、警察厅与海上保安厅等等，均为现职的官员。虽然日本自卫队高层军官没有参加，但是也进行了视频通话，这对中国大陆而言是一次严重的挑衅，我们必须给予严厉警告和反击。第三，这次兵推只涉及开战之前的情形，在台海危机达到某种特定的情况时，日本方面将展开撤侨等行动，说明日本政府对是否武力干涉台海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他们拟定了40多个想定的议题，只讨论完了20多个议题，日本官员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。这个也很有意思，不能排除他们遭到中国大陆的警告，也有可能是台日双方发生了分歧。我们要注意，这次台日战略对话的层级还是比不过台美之间的蒙特瑞会议，因为美国人正在兵推如何武力干涉台海，日本是在兵推如何在武力冲突之前逃跑。但是我们也要注意，日本干涉台海事务，拿撤侨做文章，对中国大陆来说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。首先，日本的撤侨行动可能成为美日武力介入的借口。解放军对没有经过授权的撤侨绝对不能手软，否则对台封锁行动就有可能出现破口。一旦美日利用撤侨向台湾岛运送武器，就有可能导致战争的长期化。对此，我们必须给日本撤侨画下红线，进行必要的检查，否则就将给予摧毁。其次，日本的撤侨行动也可以帮助台独分子逃跑。他们拟定中的撤侨计划规模高达10万人，这远远超过了日本在台侨民的人数，说明日本有意为中国统一后的台独分子提供帮助。最后，日本一旦主动开始撤侨，还有可能给台湾地区带来恐慌。就算解放军不动手，日本也可以通过主动撤侨的方式制造舆论压力，干扰中国大陆的统一行动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日本可能会利用撤侨来破坏解放军的行动节奏。总体而言，台日合办官方性质的政军兵推，证明日本正在深度地介入台海危机，并在撤侨行动上大做文章。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，我们必须做好应对之策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